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子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呢是 SS 变色 KSI Boss，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那我一般呢把它叫氮气宙斯，对的，反正大伙儿都已经默认它就是氮气宙斯了。这里更正一下，他在电影里面他是变四的这个角色，就擎天柱拿剑砍，龙用牙咬，探长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砸，总而言之碎一地那玩意儿，让一碰就碎的那个体型挺大的杂兵就是他。那变五的话是至少有个这个玩意儿，那变四就是他涂了个拿变五的模具涂了个这玩意儿，反过来涂说是没绷住。这个模具的话，我其实个人不是特别推荐购买，你们先听我慢慢说。就我们孩之宝 SS 产品线又不是没改过模，我寻思这毒刺这啥的乱七八糟的，哥们这个涂杂兵又不是没涂过，换个头雕换点配件什么的又是没有，对不对？那好氮气宙斯还真没有。就他涂的这个剑能大哥是吧？我操，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他叫剑能大哥了？算了，反正就是杂兵啊，就这个玩意儿他脑袋都没改的。你变五版本的这个，先不说他变五就做错了，脑袋应该做成那个平的那个凸起应该做成平的呢。这个货可是包装盒上实名震荡波脑袋风格的玩意，最后做了一个不准确来说，他就是直接重涂了，就很难崩，而且整体的材质、把玩手感一些小的问题。完全继承了老版，甚至瑕疵各方面的问题是要比老版更严重的。就比如说这个腿是因为结构原因这里有一个肩膀上零件是扣在这个大腿的内侧的，它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这个零件它是有一些变形的，所以影响了这个机翼的密合。但是老版本你稍微摁一摁是能把它摁进去的， SS 不行，你摁一边另一边就翘，你摁这一边呢这一边就翘，两边一起摁呢它机头就翘出来了，就很傻逼，你知道吧？就很牢。然后另外一个更牢的就是为什么大杨老师这一期视频要用机翼开始变，就是我本来录的好好的，然后我发现变到最后这里不仅扣不上，拔的时候还拔不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哥们跟我是一样的问题，就这个地方奇紧无比。我跟你们说有多紧，兄弟们，我就不直接就是做视频的时候拔，你看这边这么粗的桩都拔出来白痕了，就离谱，好吧？这质量真不好说。整体的材质你就看这边边，先不说这个水波纹的问题，你就看这个机翼软的，你再看这个原版，是吧？明显这个原版的材质要好一点这玩意儿总感觉又薄又软，说不清楚。来吧，直接开始变形吧。什么飞机形态不对，最后再提一嘴这个飞机形态的优点，它有起落架，然后这个驾驶舱呢你是能拿来装这个头领战士的，那我这个原版就直接塞进去了，这是它的玩法和优缺点。好，咱们就直接开始变形吧。第一步直接省略了最煎熬的一步，就把这个玩意儿拔开。第二步呢，把这个机头卡扣拽开，然后这里的这个两个凸起，把它往上提，好 ，OK。接头开之后，这里一折，折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因为它这边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桩非常长的一个桩在这个里面去卡在这个脚上的，所以掰的时候务必小心。然后这边呢，先解锁它跟手上这个卡扣，解锁完之后这边就能弹出来了。我在这里说一嘴就老版本的变形还可以 ，SS 从人变飞机简直是痛苦至极。就你扣这个卡扣的时候，我把它扣进去，好，这样好像很好扣，对不对？然后这边脚是不是可以跟这个手这里结合了，对不对？那好，到另一只脚的时候就开始了。你先不说等一下把这个玩意儿往下扣有多煎熬，就这个玩意儿，你把它翻过来扣，就把它从下往上折，这里这个卡扣折进去之后，好，这里就不好对，你得把这个玩意儿掰一下才能把它对准对进去，就很硬掰，兄弟硬掰。不仅如此，到这一步更是点中点，因为下面这个零件已经固定住了，它从上面滑的时候可是官方可没做斜着的插槽的，是顺直插槽，而且很紧，你把这玩意儿往下扣就扣不进去，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扣不进去，兄弟，折磨的一逼一扣就直接把这个手就往下摁了真的逆天。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的问题，反正确实蛋疼。这模具我没买第二个。然后呢，我们继续变牢骚发完了继续变。把这个腿拽开之后呢，这个不对称的设计真的很经典。我们先把这边这只胳膊给它一路拽上来，然后另外一只胳膊呢一路给它拽出去拽出去之后，这边这个胳膊就可以顺势的往上掰了，掰上来，把这个脑袋一翻一折一扣，往里一扣它是有卡扣的，一扣滑进去，好，这个上半身的结构就基本上固定住了。接下来两条腿的设计也很简单，就这样一折一折，
有一说一，兄弟，这个飞机变人是真舒服，那人变飞机呢，简直痛苦至极，哎，难崩。所以我真的不是很推荐你购买 SS 的这个氮气宙斯领航员，管它叫什么名字呢，反正这个模具就记住了，43号这个模具你要买，你不如买个变5的，变5还便宜呢，这玩意儿200-300块钱，我是真没绷住，凭什么？何意味？一点磨没改就上了点银漆，它身上那些很标志性的，也不是说标志性吧，因为电影里面确实有的镜头有，就是这个杂兵身上是有一些有的没的那种小涂装的，然后 SS 是完全没有的，甚至于我可以10分甚至9分的肯定，就是你拿这个玩具，就虽然它好像很良心的给你上了大量的银漆，但是我打包票，你拿去跟那个电影原片对比，你会发现电影里的那个光泽感，就是他那个角色的那个身上的光泽感，甚至于是塑料白，就这种灰白色，而不是金属银色。就这是我在又看了一遍他挨打的那个屌片段，其实是我搜钢索的片段啊，就是钢索出场片段的时候发现的。我说，哎，我本来之前还觉得这个这怎么这么难抠啊，你大爸哦。就是我之前在搜钢索的时候，看钢索的紧急的时候提的一嘴，妈的白了裂了，啊西吧，这里裂了，还紧了一逼，玩起来贼难受啊！这 SS 改的是真垃圾，不涂的是真垃圾，就这东西还有人追高，我不这东西还有人炒，我是真绷不住啊！然后接下来呢，把这个导弹给它拆下来啊，两边导弹拆下来，然后是这么一个结构啊，把它去这样顺折进去，最后再把这里扣进去，好，去这样折。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正常的变形是要把这个玩意儿给它折到里面的，但是我觉得它屁股后面留的这个长长的尖尖的还挺好看的，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啊。我之前一直都是这么变的，我好像变5版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吧。就这个玩法这块更喜欢这个样子。好，最后呢就是把这边两边往边上凑，然后掀开，把这个东西给它往里面一塞，然后再放下来，就这么玩意儿。然后把这个导弹给它装上去啊，装到这个后背上面去。是咋回事？裂了还是咋了？这是没有细节刻画，那没事的。我还以为裂了，原来细节刻画。然后最后呢，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贼逆天，哥们儿开盒就中奖了，变形了。我用打火机烧，你们还能隐约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变色？打火机烧的，我想把它复位，结果发现根本复不了。看吧，这两个尖尖，一个朝外，一个朝内，变起来一个比一个蛋疼。你看到这边这个白痕了吗？就是塞的时候塞不进去变的。唉，奇葩。那 OK， 这款 SS 43号呢，领航员剑能大哥KSI BOSS 氮气宙斯，我们这里站不下这么多人，就变形完成了。那这边呢暂停一下，把这个原版呢给它变一下。OK， 兄弟们，这个变5原版的也变形完成了。不得不说，把玩了一圈原版了之后，我更加确信了我最开始的观点，这 SS 的版本是真不行啊！把玩体验造型虽然一样，但是它这个把玩体验、涂装各方面来说啊，也就是涂装比这东西比老物强了点，就把玩关节都不行，手感太差了，材质劣化什么的问题就挺严重的。那主体方面，可动就不多做展示了，反而本身就是个僵尸可动，没什么好说的，其实就光聚焦于这个玩具本身就可以了。相较于原版，它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变形的地方特别蛋疼，然后身上的这些涂装呢，就你说它老实的给你上银漆了吧，但是它跟电影里面的那个色调又不统一，就是我有点说不清楚，你知道吧？它相比于这个原版看起来暗暗的，电影里面它又不是这个样子，就很蛋疼。然后狂派标志也没有了，是吧？你狂派机器人没有狂派标志，那他可以犟嘴说，哎，我金阔天变的，我没狂派标志，我那他妈的毒刺都有，你他妈怎么没有？何意味？然后肩膀上这个 B 不是13这个涂装是吧？1，哇，这些小的这种挺就看就这种怎么说呢，兄弟们，就这种小涂装，有的时候看一下就觉得哦赏心悦目，是吧？这种小的这种分色，它上面上的哑光黑啥的，这边点缀的一些，这算是啥玩意儿？褐色啊，不算是金属色的这种细节刻画，涂装，到了这边就换成了这种颜色啊，腿上就是银漆灰色涂装啊，也不是灰色涂装，就是银漆灰色塑料，这边上点这种屎黄色，喷气口上点涂装，就别的就没啥东西了啊。那你关节，你看这腿松的，你再看这个原版紧的跟个啥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个 S， 是不是我不知道别人的这个 SS43啥样的，反正我手里面这只手感屌差啊，涂装也有点问题。一蹭就是一大块掉漆，边边角角的都掉漆，哎呀，各种小问题玩起来是真的煎熬。那人形的问题，
我们来说最重点的啊，就是人形的这个屌问题，就是变5原版是什么玩意儿？它是那个单纯的那个杂兵，那个脑袋呢是往外的啊，就是这边那个天线是往外平着的，尖尖的。好，他没做，我包容理解，但不完全尊重啊。那 SS43是什么玩意儿？是包装盒上都画了那个杂兵是震荡波的脑袋之后呢，他没改模，他直接就把变5原版换了个颜色给你端上来了。What？ 为什么？那别的都改模了，你这禁闭，那这啥？这都大伙儿都会改模，怎么到你这儿不改呢？啥意思啊？就很不讨喜的这个模具。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一期 SS43号氮气宙斯就介绍到这里了啊。个人的评价就是千万不要买，好吧？就不要脑袋一热就买。你要是能蹲到全配无损的100包邮的，那可以买，那是吧 ？V 级正常价格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蹲不到啊，你就老老实实买原版吧。我觉得这原版不管是玩还是咋的，都比这个 SS 的强。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